在本期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视频当中，一位赛车手从车子里面蹦了出来，后面的技术人员拿着像是灭火器的东西朝他身上喷洒着，而车手却表现出非常烫手的感觉。在另外一个镜头里面，一位身穿红颜色衣服的工作人员也被喷洒了相同的气体，他还被泼了一桶水。事后也表现出非常奇怪的神态，还手舞足蹈着。这难道是什么不同寻常的赛后庆祝吗？其实并不是，因为刚才他们身上正燃烧着高达500°C的火焰。什么？你说看不见？整个场地也并没有一丁点火苗的影子。是的，没有错，这就是令人恐惧的甲醇燃烧后特有的隐形火焰。1981年的印第安纳波利斯500是美国赛车运动历史上极具标志性的一届比赛。作为印第安纳波利斯速度之都的重要赛事，每年都会吸引成千上万的观众。这场比赛汇聚了世界顶级的赛车手和车队，无论是赛车技术还是战术策略，在这项运动当中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即使在技术日益先进、管理日趋严格的时代，意外的事故仍然无法被完全避免。里克·米尔斯作为一名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车手，曾在1979年夺得印第安纳波利斯500的桂冠。比赛当天，他正驾驶着他的赛车参加比赛，然而一次看似普通的进站加油，却引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事故。在比赛进行到第58圈的时候，米尔斯驾驶的赛车进入到维修区进行例行加油。赛车加油是比赛当中极为关键的一环，因为燃料的供应直接关系到赛车的性能发挥和比赛结果，所以加油速度需要尽可能的快，以减少进站时间。而加油设备通常设计的十分紧凑，且操作要求高度精准。当时加油车上的燃料是通过一条长长的软管输送到赛车油箱中的。当米尔斯停车后，负责加油的工作人员在操作过程当中，由于设备连接不够牢固，燃料喷嘴与赛车油箱之间没有及时完成稳固连接。随着加油流程的进行，燃料直接从加油软管当中猛烈的喷出，四处飞溅。大量的燃料覆盖了赛车，还溅到了驾驶舱内，而这种燃料就是当时的赛车普遍都在用的甲醇。甲醇一旦接触到高温的引擎部件或者排气系统，便会迅速点燃。就在这一瞬间，甲醇燃烧了起来。由于燃烧的火焰异常的隐蔽，现场的工作人员和观众根本就无法直接观察到火情的严重性。米尔斯的赛车也被隐形的火焰给包围起来，火势迅速蔓延到车身和驾驶室内，这使得正在处于驾驶状态的米尔斯突然意识到不对劲，他的腰部以上全部着火了。然而火势来得太突然，米尔斯无法清晰地判断火源所在。在这危急时刻，他只能紧闭双眼，用最快的速度跳出赛车，冲向维修区的安全区域。事故发生后，维修区内顿时陷入一片混乱，许多工作人员起初并未在意发生了什么，现场的加油人员、维修技师以及安全员纷纷试图靠近赛车，但在接触到燃烧的甲醇的时候，很快就遭遇到了严重的灼伤。部分工作人员在试图解救米尔斯的时候，由于火焰的无情蔓延，不慎将自己的手部和面部也都点燃了，情况十分的危急。而与此同时，围观的工作人员和观众也陷入到了恐慌当中。由于火焰难以用肉眼辨识，很多人误以为只是一场小小的燃料泄漏事故，未能及时做出正确的逃生反应，直至火势明显加剧，浓烈的热浪来袭，大家才意识到这并非是普通的事故，而是一场真正的火灾。在这危急关头，他的父亲比尔赶到了现场，协助控制局面。比尔在混乱当中抓起了一支灭火器，迅速对燃烧中的米尔斯实施救援。在火场附近，一位试图帮助米尔斯摘下因火焰高温而难以脱落的安全头盔的救援人员，也因火势过猛而一度退缩。最终经过多方协力，米尔斯身上的火焰得以暂时控制，消防人员也陆续赶到，将大火彻底的扑灭。事故当中，米尔斯本人以及几位直接参与救援的机械师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烧伤，但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人员的致命伤害。通过对事故的调查，根本原因主要集中在加油设备与操作流程上。首先，加油软管与燃料喷嘴的连接未能做到稳固，这使得在加油过程当中出现了燃料外溢的现象。对于高速比赛当中的进站加油来说，燃料喷嘴的设计和连接方式至关的重要。而当时使用的设备在结构上存在着明显缺陷，未能够充分考虑到高速高压环境下的安全需求。其次就是致命的环节，那就是事故当中使用的甲醇。甲醇又称羟基甲烷，是最简单的醇类化合物。高温下，甲醇呈无色透明液体状，具有强烈的挥发性和易燃性，其密度约为 0.79， 沸点约为 64.7 摄氏度，闪点仅为11摄氏度。
闪点是材料制品与外界空气形成混合气，与火焰接触时发生闪光，并立刻燃烧的最低温度。它是材料或运输及使用中安全防护的重要指标。闪点高的材料或制品不易起火并引起火灾，反之则需要注意安全了。与常规汽油相比，甲醇燃烧时可以提供更高的辛烷值和较低的爆炸性，而且能够支持高压缩比运作，提高引擎效率。同时，燃烧时产生的有害排放物还相对较少。那么，普通的汽油或者柴油燃烧的时候，由于燃料当中含有较多的碳和不完全燃烧产生的微小碳颗粒，火焰通常会呈现出明亮的橙黄色。这些碳黑颗粒在高温下发光，使得火焰非常的明显。而甲醇燃烧时，其化学结构简单，燃烧也较为完全，几乎不会产生碳黑颗粒。因此，它的火焰经常呈现为淡蓝色，甚至是透明状，而且完全没有烟雾，在日光下难以察觉，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形火焰杀手。那么说到火焰颜色，顺便提一嘴，其实火焰不单单是我们看到的橙色、黄色，还会有以下几种主流的颜色。当天然气完全燃烧且温度较高的情况下，就会呈现蓝色火焰。这种火焰在我们的家用灶台是很常见的，但如果出现黄色或者橙色火焰，完全是由于燃烧不完全导致的。不完全燃烧还会产生碳黑，这些碳黑在高温下也会发出黄色或者橙色的光。另外，红色的火焰可能会出现在低温燃烧的情况下，或者当燃烧物中加入某些金属盐，例如锂化合物后。金属离子在激发后会发出红光，而如果你看到的火焰是绿色的，那它可能是由含铜化合物，例如氯化铜或者硫酸铜燃烧时产生的。铜离子在燃烧过程中激发后会发出绿色的光，而紫色火焰则可能是由钾盐，例如钾化合物燃烧产生。钾离子在激发后会释放出紫外到紫色范围内的光。最后还有一种白色的火焰，它出现在极高温度下或者燃烧中有大量微小碳黑均匀发光时，整体光谱叠加呈现出接近白光的效果。其实只要通过控制燃烧条件和特定添加的金属盐，火焰的颜色也可以被人为调控。这在烟火表演、化学分析以及实验室检测当中都有实际运用。那么由于甲醇燃烧呈无色无烟，正是这一特性使得其在燃烧事故当中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和危险性，在比赛中也大大增加了现场救援的难度。驾驶员和工作人员在燃料泄露后很难及时发现火情，导致火灾初期未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从而延误救援时机。事故发生后，从现场的应急反应来看，也暴露出了当时赛车维修区在紧急情况下的救援能力不足的问题。部分工作人员在面对甲醇起火时，因缺乏必要的火灾应急培训和防护装备，反而在试图救援的过程中自己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特别在进站加油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人员都配备了全套防火服和专业的灭火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事故的伤害范围。米尔斯火灾事故给印第安纳波利斯500乃至整个赛车界都敲响了安全的警钟。事后，赛事的组织者和设备制造商迅速对加油设备进行检查和改进，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燃料喷嘴和加油管道的重新设计。新的喷嘴系统引入了安全阀的设计，只有在喷嘴与赛车油箱正确对接后，燃料才会被允许流出，从而有效避免了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同时，为了防止燃料储存装置在进站的过程中因倾斜或外力作用而发生意外，加油用的油罐也进行了重新设计，增加了失能开关装置和地面固定措施。新的设计确保了在运输过程当中，油罐能够保持稳定的状态，避免因角度变化而影响燃料流速和压力，从根本上杜绝了因设备原因引发的燃料外溢风险。另外，各大赛车组织和赛事管理机构纷纷重新审视进站加油、燃料管理和应急救援等多个方面的安全措施。从那以后，进站加油环节被视为赛车安全当中的重中之重，所有参与的团队都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改进设备和培训工作人员，以确保类似的事故不再重演。直到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仅是在缅怀那些曾经为赛车事业付出努力的人们，更是在思考如何在激烈的竞争当中保障每个参与者的生命安全。米尔斯的教训告诉了我们，技术的进步固然重要，但只有将安全放在首位，才能够真正推动运动事业的长远发展。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的教训，赛车运动才不断的在设备、管理和应急机制上进行改革，使得今天的赛场不仅充满了速度与激情，更洋溢着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无限希望。那么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各位觉得视频做得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郑郑，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